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，請訂閱頻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。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：事實證明，35歲的國民閨女譚松韻走上了另一條道路。除夕夜華燈初上，萬家團圓。然而對的譚松韻來說，這個本該充滿歡聲笑語的夜晚，卻成為了她人生中最黑暗的時刻。電話鈴聲突兀地劃破了節日的喜慶氛圍。譚松韻接起電話，聽筒裡傳來的消息如同晴天霹靂，她的母親在外出途中遭遇車禍，不幸離世。這個消息瞬間擊垮了這位被稱為 N34 國民閨女 N34 的演員。譚松韻難以置信地握着手機，淚水模糊了她那雙標誌性的大眼睛。她的腦海中一遍遍回放着母親出門時的笑容，怎麼也無法接受這個殘酷的現實。然而這場悲劇並未就此結束。隨後的調查揭示，肇事者是一位富家子弟。更令人憤怒的是，這位肇事者不僅逃離現場，還在後續的法律訴訟中表現出令人髮指的傲慢。接下來的2年裡，譚松韻陷入了一場漫長而痛苦的法律糾紛。案件審理過程中暴露出諸多令人質疑的疑點，關鍵證據神秘消失，證人證詞前後矛盾，甚至連法庭審判長的態度也顯得頗為怪異。在法庭上，譚松韻泣不成聲，而對面的被告卻始終面帶微笑。這鮮明的對比更加凸顯了這個案件的不公。最終，肇事者僅被判處6年有期徒刑。這個結果讓譚松韻和公眾都感到憤怒和無力。這一刻，譚松韻深刻地意識到，她的人生已經走上了一條截然不同的道路。這條路充滿坎坷和挑戰，但也將塑造出一個更加堅強的譚松韻。在譚松韻的記憶中，童年時光宛如一幅色彩斑斕的畫卷。她出生時就擁有一副令人憐愛的面容，皮膚白皙如雪，體態豐盈可愛，尤其是那雙明亮如星的大眼睛，總能輕易地融化父母的心。在這個充滿愛的家庭裡，譚松韻就像一位備受寵愛的小公主。父母對她的疼愛遠超常人，幾乎到了有求必應的地步。每逢節日，他們都會精心挑選禮物，只為看到女兒臉上綻放的笑容。譚松韻的母親更是將她打扮得宛如童話中走出的公主，為她精心挑選漂亮的裙子，讓她成為同齡女孩羨慕的對象。即便譚松韻偶爾淘氣，做了些小錯事，父母也很少真正責備她。有一次，譚松韻又做了 N34 淘氣事 N34， 眼看就要被母親察覺，她心中暗想，這次恐怕免不了一頓責罰。然而母親雖然口頭上說得嚴厲，最終還是捨不得動手教訓她。這種無條件的愛，成為了譚松韻日後面對困境的力量源泉。譚松韻從小就展現出非凡的藝術天賦，尤其在舞蹈方面。為了培養女兒的才能，父母不惜投入大量時間和精力。10幾歲時，譚松韻就離開家鄉，進入了藝術學校學習。儘管思念父母，但他們的書信往來成為了最溫暖的慰藉。離家求學的日子並不輕鬆，譚松韻常常感到孤單和思鄉之苦。然而每當收到父母的來信，她就仿佛重新獲得了力量。父母在信中不僅表達對女兒的思念之情，更多的是鼓勵和支持。他們希望譚松韻能夠勇敢地追逐夢想，無論遇到什麼困難都不要輕言放棄。這段溫馨美好的童年經歷，不僅塑造了譚松韻樂觀開朗的性格，也為她日後在演藝圈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。父母的無條件支持，讓她在面對挫折時能夠保持積極樂觀的態度，而早年的藝術教育則為她未來的演藝事業打下了良好的根基。回首往事，譚松韻總是滿懷感激。正是這段被寵愛的童年時光，給了她面對未來挑戰的勇氣和力量。懷揣着對演藝事業的憧憬，譚松韻成功考入了北京電影學院。
踏入這所培養了無數影視明星的殿堂，她滿心歡喜，以為美好的未來就在眼前。然而現實卻給了她當頭一棒。在這個俊男靜女雲集的地方，譚松韻的光芒似乎被掩蓋了。當同學們開始嶄露頭角，擔任主角時，她卻只能飾演一些不起眼的小配角。這種落差讓譚松韻倍感沮喪，她開始質疑自己是否真的適合這個行業。然而每當譚松韻感到迷茫時，父母的鼓勵總能給她力量。他們從未對譚松韻施加壓力，而是堅定地站在她身後，給予無條件的支持。這份來自家人的愛，成為了譚松韻在艱難時刻的精神支柱。畢業後，譚松韻正式踏入了演藝圈。然而，這個看似光鮮亮麗的世界，實則充滿了艱辛和挑戰。她逐漸成長為一名資深藝人，但知名度有時甚至不及一些新生代演員。這種落差讓譚松韻倍感壓力，但她並沒有放棄，而是更加努力地鑽研演技。最令譚松韻苦惱的是，許多導演認為她的圓臉難以擔任主角。這個刻板印象一度成為她事業發展的絆腳石。面對這樣的困境，譚松韻曾感到沮喪和自卑，但她並沒有輕言放棄。機會終究眷顧有準備的人。譚松韻在《甄嬛傳》中飾演的貴妃，雖然只出現了幾集就 N34 消失 N34， 但她的表現卻給觀眾留下了深刻印象。這個角色成為了她演藝生涯的一個重要轉折點。儘管《甄嬛傳》捧紅了眾多演員，但譚松韻並未因此一舉成名。她清醒地認識到，要在這個競爭激烈的行業站穩腳跟，還需要更多的努力和堅持。於是她開始更加刻苦地鑽研演技，在每一個角色中都全身心地投入。這段艱難的起步經歷，讓譚松韻更加珍惜來之不易的每一個機會。她明白成功不會一蹴而就，只有通過不斷積累和努力，才能在演藝圈占有一席之地。回顧這段歲月，譚松韻感慨萬千。那些被忽視的日子，那些默默付出的汗水，都成為了她日後成功的基石。她深深地體會到，在演藝圈沒有人能夠一帆風順，只有經歷挫折和磨難，才能真正成長為一個優秀的演員。這段坎坷的起步經歷，不僅鍛鍊了譚松韻的演技，也磨練了她的意志。她為譚松韻日後的成功奠定了堅實的基礎，也讓她更加懂得珍惜每一次表演的機會。隨着時間的推移，譚松韻的獨特優勢開始悄然顯現。當同齡的女演員逐漸步入中年，譚松韻卻依然保持着如剛成年時期的容顏。這張宛如孩童般的面龐，讓她即使年過30，仍能輕鬆駕馭各種少女角色，毫無違和感。這種獨特的 N34 娃娃臉 N34 特質，讓譚松韻在眾多女演員中脫穎而出。而她多年來積累的演技功底，更是讓她的表演愈發細膩動人。漸漸的，許多導演開始注意到這個能同時兼具青春活力和精湛演技的演員。譚松韻開始頻繁出現在各種青春題材的電視劇中。她與劉昊然合作的《最好的我們》，儘管兩人之間存在較大的年齡差距，但他們在劇中飾演學生的形象卻毫無違和感，甚至比真正的學生還要真實自然。這部作品的成功，進一步鞏固了譚松韻在青春劇中的地位。緊接着，譚松韻又參演了熱播網劇《狐狸的夏天》，該劇的火爆程度不僅提升了她的知名度，也讓更多觀眾認識到她的演技實力。這種獨特的優勢，讓譚松韻在競爭激烈的演藝圈中找到了自己的定位。她不再因為 N34 圓臉 N34 而感到自卑，反而將其轉化為自己的特色。這種自信也體現在她的表演中，讓她的角色更加生動立體。譚松韻的逆襲不僅是外貌優勢的體現，更是她多年來堅持不懈、努力鑽研的結果。她用實力證明每個人都有自己獨特的魅力，關鍵是要找到適合自己的道路。
這段經歷也讓譚松韻更加珍惜自己的獨特之處。她明白，正是這份與眾不同，讓她在演藝圈中佔有了一席之地。經過多年的積累和沉澱，譚松韻終於迎來了事業的巔峰期。她在熱播網劇《狐狸的夏天》中的表現，進一步提升了她的知名度。然而，真正讓她成為 N34 國民閨女 N34 的，是在《以家人之名》中飾演的李尖尖一角。在這部劇中，譚松韻飾演的李尖尖是一個活潑開朗而又懂事體貼的角色。她將自身的特質完美融入角色中，展現出了令人心疼又令人喜愛的複雜性格。李尖尖來自單親家庭，母親早逝，僅有父親獨自撫養她成人。儘管身處這樣的環境，她仍然保持着樂觀向上的心態，展現出了非凡的生命力。譚松韻的演繹打動了無數觀眾，特別是那些被稱為 N34 媽媽粉 N34 和 N34 姨姨粉 N34 的群體，更是將她視為理想的女兒形象。在思念母親的戲份中，譚松韻將自己的真實情感融入角色，她仰望星空時的那份孤獨和思念，讓無數觀眾為之動容。隨着口碑的積累，譚松韻開始涉獵更多類型的影視劇。在古裝劇《錦衣之下》中，她展現了不同以往的英氣十足的一面。這種嘗試不僅豐富了她的演藝履歷，也讓觀眾看到了她作為演員的多面性。譚松韻的努力終於得到了業界的認可，她榮獲了華鼎獎的肯定。這個獎項對她來說，不僅是一種榮譽，更是對她多年來堅持不懈的肯定。從曾經的配角到現在的主角，譚松韻的成功並非一蹴而就。她用自己的實力證明，只要堅持夢想，努力提升自己，終會有綻放光芒的那一天。這段時期的譚松韻不僅在事業上取得了巨大成功，她的演技也愈發成熟。她能夠自如地在不同類型的角色中切換，無論是青春偶像劇還是正劇，都能完美駕馭。這種多元化的發展，不僅鞏固了她在演藝圈的地位，也為她未來的演藝生涯開闢了更廣闊的道路。儘管事業上取得了巨大成功，但譚松韻的內心始終有一道無法愈合的傷痕。母親的離世給她帶來了巨大的打擊，這場突如其來的悲劇讓她一度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。然而，譚松韻選擇了堅強地面對這個殘酷的現實。在公眾面前，譚松韻依然保持着陽光開朗的形象。她明白自己不僅要為自己活着，更要為了仍在身邊的親人而努力。她將對母親的思念轉化為動力，在每一個角色中都全身心的投入，仿佛這樣就能讓天堂的母親為她感到驕傲。譚松韻的堅強不僅體現在她的工作中，也反映在她對生活的態度上。她開始更加珍惜身邊的人，珍惜每一個當下的時刻。在《以家人之名》中飾演失去母親的角色時，她將自己的真實情感融入其中，讓觀眾看到了一個更加真實、更加有血有肉的譚松韻。譚松韻的故事告訴我們，生活中總會遇到無法預料的挫折，但關鍵是如何在逆境中保持前進的勇氣。她用自己的行動證明，33歲的 N34 國民閨女 N34 譚松韻確實走上了一條不同尋常的道路，一條雖然坎坷但充滿希望的道路。在這條路上，她不僅是一個成功的演員，更是一個堅強的生命戰士。